尤丁丁，尤丁丁，别躲了，我都看见你们了。还有你，张可欣，张可欣，你们别躲了，快出来吧，我都看见你们了。你们在这儿吗？张可欣，尤丁丁。不是，在这里面吗？是不是是这儿？不是，是这儿。陈局长，地上那个棒棒糖就是我掉的。
5年了，我都不知道我为了什么活着。我酗酒，不上班，捡废品，伺候人，找最辛苦、最麻烦的人伺候。我越是不甘，我的心里似乎才能更好受一些。这5年里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都在恨自己，恨自己的懦弱、无能。有时候我就在想，我是不是应该杀了这个人，为珊珊和女儿报仇，或者是做一个自我了断，去另一个世界陪他们。可是我不敢，我胆小，越是这么想，我就越唾弃自己，越折磨自己，糟践自己。直到上个月的20号，谢谢医生。不是你干嘛呀？你这个蜜蜂真是疯了噻！我跟你说，你接下来千万可不能再被蜜蜂蛰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别光点头，尤其是接下来2周到4周的时间里，你要是再被蜜蜂蛰了的话，这个超敏反应可是会要你命的，知道吗？我没得事，这是绝不是你。没事什么没事啊，这是你自己的身体，这蜜蜂又不是什么猫呀狗呀的，这又不攻人性，那你再被叮了怎么办呀？整整5年了，除了我，谁还会记得珊珊和我的女儿？对于这个世界而言，他们就好像从未到过这里一样。而那个灵梅峰，依然还活着，好好的，继续勾引女人，甚至玩弄更年轻的女人。他凭什么啊？凭什么？他早就忘了他对珊珊和我的女儿的承诺。所以那天当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事隔5年，他为什么就出现在我的面前？原来是
老天爷再给我一个机会，一个让我杀了他为珊珊和女儿报仇的机会。你们根本不会懂。哎，老王，给你开扇门，去个洗手间啊。哎，我想办法看到了林梅峰的诊断书，知道他的体质确实更容易产生癌性脱敏反应。我做了功课，我知道了为什么他在第一次被蛰咬2周左右之后的时间里要避免再次被蜜蜂蛰咬，因为特异性抗体在体内产生的过程一般是10到21天。我正好可以利用接下来这2周左右的时间，好好研究一下，怎样才能让蜜蜂再次蛰到这个人渣。
你们知道我今天有多开心吗？啊？你们根本不懂我的感受。怪不得在林梅凤房的监控视频里没有发现他，原来他装扮成环卫工人，是我们疏忽了。所以你发现我们去找你，你就被装成红绿色盲是吗？您是卢少华。哦，不对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来，我们到里面聊。来，来，这路上你辛苦了。这个人就是王本一啊！你们看，我们医院为了帮他，这些个垃圾桶分别用汉字标注了颜色。不好意思啊。喂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去啊。好，王处长，这样我们先走了啊。今天非常感谢，回头有什么事呢再跟你联系。好，有需要尽管来。再见，再见啊！哎，辛苦了，王处。走了，撤。都拉来问问。哎，你注意到他分易拉罐的动作了吗？怎么了？他分易拉罐得先看清上面的字儿，才能分得清哪个是红色的可乐罐，哪个是绿色的雪碧罐。他也是红绿色盲，跟林梅峰一模一样，所以他也分不清红布和绿布。不是他这是干什么呢？看来这脑子确实受了不少刺激。这样，把案发这几天他的行动轨迹先弄明白再说啊。是。其实我早就知道有一天你们一定会找到我，所以从那天开始，我就疯狂的死记硬背色盲测试卡，从第1套到第6套，我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。你觉得你累吗？不累，我有很好的记忆。我是问你活着累不累？你想给自己解脱，想摆脱这种不堪的生活，那干嘛不杀了人之后去自首呢？非要跟我们玩躲猫猫，这不还是虚伪吗？你们怎么想的不重要，我就是这么一个人，拿不起放不下，我拿我自己都没办法，我宁可深陷泥潭，无法自拔。我也想说记住，人我已经杀了，仇也报了，幸亏你们抓了我，替我做了一个了断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才真正感觉到我是一个男人。男人，
我现在宁可痛快的死，也不想苟且的面对这一切。这样的结果，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归属。我可以安心的去见珊珊和我的女儿了。真的。谢谢。谢谢。把这给我。谢谢。要我说啊，时间是最好的医生这句话纯属扯淡。这王本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呀。人呀，对不对？还是不能有太多执念，很多时候要学会放过自己，才能活得轻松一点。未经他人事，莫论他人非。哎，咱说点正事儿。你说景天兄弟回来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俩怎么也没人说张罗请人吃个饭啥？我这段时间闲着了，你一口一个你兄弟的，你怎么不张罗呀？是啊，我倒是想啊，但这种事儿，他不得分个长幼尊卑什么的吗？啊，我要是先张罗了，把咱如队脸往哪儿搁？也是啊，景天又帮了咱们不少忙，这种事儿老大不张罗，咱们底下人张罗不太好，是不是？你们想过没有？山江这么大，为什么林梅峰会选择这家医院看病呢？还为什么偏偏就让王本义听到超民反应之类的话呢？入队啊！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国院所发现一具尸体。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刚发生的，你有事吗？啊，着急吗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那个林梅峰，既然他对蜜蜂的习性那么熟悉，长期和蜜蜂相处也算融洽，可为什么短短2周之内连续2次被蜜蜂给蛰了呢？他第2次是人为设计的，第1次呢？不是，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林梅峰第1次被蜜蜂蛰也是被人设计的？这个我还不敢肯定，但正是因为我想到了这一点，所以我需要去林梅峰的蜂房查看一下。张凯，哎，陪景天走一趟啊。是，那我们先走。那科研所那边呢？有什么需要我跟你联系啊。别走了，那么多。行，走。哦，小心点哦。
啊！还有啊！哎，沈处长，陆队，你好，陆队。现在里边什么情况啊？这栋楼里的其中一个实验室发现了一具尸体，女性，应该是省农科院院刊的副主编何敬之。什么叫应该是啊？是这么回事儿，我认识何景之，好像是他。不过还没进一步确认。怎么发现的？隔壁山江农业大学有几个新入学的女生，一个寝室的，大半夜非要来这里比胆量。其中一个女生路过一个实验室的时候，听到里面有奇怪的声音，拿手电筒这么一照，发现窗户上有很多黑色的密密麻麻的东西，还会动，吓坏了，以为有鬼呢。几个女生就全吓跑了。这几个女孩子啊，这个胆儿也真够大的。第二天，她们又一块儿来找我非要到这儿来看个究竟。我跟她们过来一看呢，就发现那窗户的玻璃上啊，密密麻麻的一堆胡蜂啊。我们打开实验室的门，进去一看，何敬之就躺在那儿了。我们就赶紧报案了。胡蜂啊？对，很多胡蜂，所以我们刚上去看了一下，就立马撤出来了。现场被破坏了没有？不确定。不过我们一到现场，就全面保护起来了。对，先进去看看吧。啊！等会儿，卢队，上面还有很多胡蜂，我们先等等防护服，马上就到啊。咱们现在也上不去，痕迹的兄弟都在那边等着呢。等防护到了之后，他们才能上去开道。小二，问问景天他们什么时候过来？行，我打电话。也得亏呀，这几个胆儿大的女孩子，她们无聊。你说这楼，这都多少年不用了？卢队，你说。景天，我问咱们什么时候能结束啊？他那边有点着急。我尽快，反正没几个。不是你找什么呀？小心啊！果然，看来我这人设算是保住了。这是鬼脸天鹅，没错。看来林梅峰第一次被蛰，也并不是意外。动作快一点。怎么样？有什么收获吗？和我预想的一样，我在现场的一个蜂箱里发现了一只鬼脸天鹅，这也基本可以证明林梅峰第一次被蜜蜂蛰不是意外，相反也是被人设计的。为什么？鬼脸天鹅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唐鹅，因为它喜欢吃甜的，特别是偷吃蜂蜜，所以它也是养蜂人的噩梦。不对，可以了。
行，咱回头说吧。先进去看看啊。里边有胡蜂，都注意安全啊。是啊，这够神道的。嗯，那是，全指着他的神道。他干嘛的呀？这里的昆虫学专家顾问，挺高大上啊，有用吗？有用吗？把那妈字去了。哎，站住！咋会这样？胡蜂会蚕食新鲜尸体，尤其是新鲜尸体的眼睛。这么多胡蜂，这都哪儿来的都是？是啊，我也觉着奇怪。虽然说这儿是昆虫研究所，可是一下子来这么多胡蜂，还真是很少见。法医来了。不对，哎，又见面了。哎，赶紧干活了。收到。吕卫，你跟我走。好。把这收一下。这个锁是怎么打开的？这用钥匙一捅就开了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您开门的时候，这个锁有反锁吗？啊，没有。那天他们几个带我过来，用钥匙一捅，门就开了。可是我往里一走一看，吓我一跳。不对，啊。有志试一下。是。果然是房间的钥匙。刘志，把这个地方化验一下啊。是。陈处长，哎，这个实验室有几把钥匙？有数吗？有数，一共2把钥匙，一把在我这儿，还有一把就在何景之那儿，应该就是刚才这把。那你平时都会把钥匙放在哪？发现钥匙被动过吗？这我们所里边所有的备用钥匙啊，都在我们处里边的保险柜里边呢。这我亲自保管这保险柜，这不就是怕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咱们说不清楚吗？你看现在，这个实验室是死者的吗？不是，是他原来的导师宋教授的。后来这不宋教授牺牲了吗？这个实验室就没人用了。那死者怎么会有钥匙？哦，是这样，宋教授牺牲以后，这实验室没人用了嘛。宋教授的另一个学生唐教授就把钥匙要过去了。他说要保持这个实验室的原貌，这样呢，他们几个学生啊，时不时的来瞻仰一下。另外，他们也可以过来查个资料啊什么的。后来这唐教授也出国了，就把这钥匙留给了何景之。哦，对，这个唐教授啊，就是跟景天一块回来那个唐大德教授。景天师兄的导师啊。这样，陈处长，你们就先回去吧，这儿呢交给我们好不好？哎，好，那你们辛苦了，哎，再见啊，辛苦。不对，从肝案来看，死亡时间大概是前天的夜里10点到凌晨12点左右，尸斑显著，但是尸僵已经结束了。现在呢，尸体已经开始有点腐烂的迹象。初步检查身上没有明显的外力伤痕，虽然发现了注射器，但是呢，身体裸露部分还没有明显的注射痕迹。不过面部有紫绀，有大小便失禁的现象，像是中毒而亡。中毒？对。具体是什么毒致死，是口服还是纯注射？注射在哪里？还得等全部解剖和检验之后才能得到结论。哎，那能确定是自杀还是他杀吗？我这儿还不能。会是胡蜂把人蛰死的吗？
这个，你这些数量的胡蜂，想要蛰死一个人还是远远不够的。哦，现在整理走吧。啊，好，来把担架抬着。那边看一下。你们俩什么感觉？啊，我觉得吧，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密室杀人。门反锁的，这窗户我都检查了，这都好好的，没有任何撬动痕迹啊。我不同意你这个猜想啊，法医还没排除是自杀的可能呢。是没有排除，但你说自杀，干嘛非要来到这么一个几乎快要废弃的实验室啊？还把钥匙放在地上，还招来一堆胡蜂装神弄鬼，这太刻意了。不是，那跑到大马路上自杀，那能叫自杀呀？那撞车不叫自杀？那你听我说，门窗锁得好好的，然后钥匙一扔，自杀没毛病啊。这胡蜂完全可能是后引进来的嘛。刚才警察不也说了，胡蜂喜欢新鲜尸体。密室说了半天，不是说密室呢吗？啊，这门和窗都锁得好好的呀。那万一是门缝进来的呢？我刚才看了啊，这地面上的门缝差不多有2公分，就这种老楼的门。你这么能抬杠，你咋不去工地呢？你刚才陈处也说了，虽然这里是科研所，但一下子出现这么多胡蜂，确实不常见。如果是在野外，尸体周围出现大量胡蜂，这还可以理解，但这个地方确实很奇怪。听见了吗？专家说的，现在我还不聋。这样，你们跟派出所同志呢对接一下，就说现在可以处理一下胡蜂啊，千万不要让他们知道人啊。是。在何敬之呢尸检结果出来之前，先让景天呢跟大家说说今天在临梅分房的收获啊。景天，说说吧。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，林梅峰长期用蜂巢来搞所谓的雕塑创作，所以他对蜜蜂的习性一定是非常了解的。通过在网络平台上发布的短视频可以看出来，这也是他为自己打造的一个人设。实际上呢，他在第一次被蛰后依然没有带任何护具的去接触蜜蜂，就更加说明了这一点。那么他那么熟悉蜜蜂的习性，似乎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，可为什么偏偏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内被蜜蜂蛰了2次呢？他第2次被蛰是王本义设置的一个陷阱，可第1次呢？有没有可能第1次也是人为设计的？甚至是王本义设计的。I型超敏反应是需要在间隔不到10天的情况下连续被蛰2次才能实现的。我也正是因为想到了这一点，所以去了林梅峰的蜂房查看了一下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我在现场发现了这个。鬼脸天鹅，没错，就是鬼脸天鹅。鬼脸天鹅是蜜蜂的天敌，一只鬼脸天鹅往往一次可以吸食11个巢房的蜂蜜量。一旦一只鬼脸天鹅进入巢箱，蜂王跟工蜂的生产能力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。如果这只鬼脸天鹅死在巢箱里，就会堵塞箱门，蜂群就会从巢箱里逃出来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林梅峰对蜜蜂的习性非常的熟悉，所以他一定不会允许自己的巢箱内出现鬼脸天鹅这种东西。我和唐凯哥询问了工作人员，他们每天晚上基本上都会拉低巢门，在巢房周围放上敌百虫和蜂蜜的混合液来诱杀鬼脸天鹅。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依然在一个巢箱内发现了一只鬼脸天鹅，所以我高度怀疑这只鬼脸天鹅是被人为放进去的，造成了蜜蜂惊飞，蛰了没有带任何护具的林美峰。我还是想反驳一下啊，这只鬼脸天鹅很有可能就是漏网之鱼啊，毕竟拉低巢门和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什么混合液不能100%防止鬼脸天鹅，对吧？没错，但是只要在现场发现了鬼脸天鹅，我认为就有人为设计的可能性。就算是人为设计，那时间呢？你能确定这只鬼脸天鹅
是在林梅峰第一次被蛰之前放进去的。我还真能。针对鬼脸天鹅，一般蜂农会在半个月左右检查一次巢房。我询问了工作人员，他们上个月检查巢房是在19号，也就是说，在上个月的19号之前，并没有发现鬼脸天鹅。林梅峰第一次被蛰是上个月20号，也就是上次检查完的第2天。没错，按照惯例，这2天就应该开始检查了。可是因为林梅峰死了，红雪天天不回来，弄得工作人员人心惶惶的，所以这件事情就没有人张罗。我想起来了，空雪好像说过，在上个月20号的时候，他和林梅峰在林梅峰房拍婚纱照。林梅峰本来想和蜜蜂合影，反倒被蛰了。对，我记得也是。那当时林梅峰岂不是糗大了呀？也许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怎么着还跑不跑？你要跑你跑你的，别管我，我今天换了双鞋。是您叫的车吗？师傅，这活归我们了。不是我真没杀人。我说过你杀人了吗？不打自招。走啊，咱换个地方说。哎呀，那你这算我回公司请个假不行吧？如何防治红树林蜂群中常见的鬼脸天鹅？作者李月，写的不错呀，小花。我就不信你能看得懂。看不懂，也不妨碍我们逮捕你。说吧，上个月20号你在哪儿？你是个聪明人，考虑清楚再说啊。林梅峰这种老男人的套路，我太懂了。年轻时遍地撒网，撒了欢儿的祸害；年纪大了，再找一个小白兔跟他岁月静好，还能照顾他的晚年。天底下的便宜，都让他给占了。孔雪可以不跟我，但也绝对不能跟这样一个老王八蛋呀。可是孔雪呢？她分明被林梅峰洗脑了，反倒一副要拯救林梅峰的样子。我根本就不怪孔雪，她毕竟刚毕业，爸爸很早就没了，有恋父情节可以理解。但林梅峰这个骗子，我一定要戳穿他。我从网络平台的短视频上看到林梅峰所谓的戏蜂视频，那纯属就是骗外行人的。他戏的那是意大利细腰蜂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经济蜂种，非常温和。换作是谁，一般都不会被蛰咬的。我估计这次拍婚纱照，他一定又得炫耀这一点，所以我准备了一只小小的鬼脸天鹅，我要当面戳穿他，让他在孔雪面前结结实实的出一回丑。
说你第一次见了我撒腿就跑，你果然干了坏事儿。我那是淘气，就捉弄他一下，我又没想杀他。淘气？你那是淘气吗？你那是同谋，是犯罪。我问你，是孔雪通知了你，他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拍婚纱照的吗？不是啊，我在他朋友圈看的。朋友圈？啊，他自己在朋友圈里发，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拍婚纱照。对呀，这女孩不都这样吗？挺正常的。正常吗？不正常吗？我觉得挺正常的啊。看看，认识这个人吗？不认识。再看看。我看几遍，我不认识就是不认识啊，那真不认识。带你来吧。认识这个人吗？这跟刚才照片上不是一个人吗？是一个人吗？是一个人吧？是。王美义，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看仔细点。看仔细了，不认识。你真是够一往情深的，宁愿把所有罪名都揽在自己身上，是吧？你怎么还让我呀，警官呀？我是爱孔雪，我承认，但是我自己决定了去捉弄一下林梅峰，而且仅仅只是捉弄，谁能想到这？如队，如队，深圳那边有消息了。什么消息？你还记得王轩吗？王轩，啊，那个跟林梅峰有关系的女的。对，他家属的下落，深圳那边的兄弟帮我们找到了。怎么说？王轩自杀之后，他母亲带着他妹妹就搬到了深圳，可刚到深圳没多久，他母亲就病逝了。他妹妹高考失败，就换了一个城市复读，所以找他妹妹下落的时间久了一点。现在找到了。对，他妹妹后来考上了山江农业大学，学园林设计这一块，刚毕业1年。孔雪，原名叫王雪。陆队，认识吗？认识，那能不认识吗？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把你抓回来了吧？是他指使你，设计让蜜蜂蛰了林梅峰，再制造超敏反应杀了林梅峰。他根本就没指使我，让蜜蜂去蛰林梅峰是我自己的主意。用情够深的啊！那行，那你就来担这个杀人的罪名吧。我没杀人，我只是想让林梅峰出丑。他也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儿，我更不知道会有什么超敏反应。我他妈没杀这王八蛋！你干嘛呀？给我冷静点儿！走。他认识吗？认识。她不就是那个陪林梅峰玩过的女人吗？说话注意点啊！那你平时和她联系吗？我跟她不熟。
没法办，怎么着也得跟他过招啊。那本上还写着呢：凶手画像：1. 知道蜜蜂习性；2. 知道林梅峰是红绿色盲；3. 知道林梅峰近期被蜜蜂蛰过；4. 肯定在林梅峰旁出现过；5. 对死者有仇恨（括号情杀）。现在孔雪可以说这5点全都符合。是啊，虽然说是李月和王本义分段操作的，但能把他们2个人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他，孔雪。怎么过招啊？啊，愣审呐？那也不能就这么着啊！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审？啊，你去问王轩是不是你姐，人家说是。那你姐是不是因为林梅峰自杀的？人家说是。所以你才去设计让王本义跟李月把林梅峰给杀了。你是要这么审吗？如对的不是那个意思，证据没有证据，疑罪从无啊。是啊，李月也说了。他是通过孔雪的朋友圈知道他们要拍婚纱照的，然后他自己过去放的鬼脸天鹅。刘志查了呀，他当时确实发了朋友圈，但2个人确实没有关于这件事的聊天记录，语音通话、移动电话也都没有任何记录。还有王本义，王本义自己承认，他之前根本就不认识孔雪，2个人没有任何的通话联络记录，生活中也没有任何交集。刘志也查了。他就是上个月20号的时候，在医院偶然碰到了孔雪，带着被蛰的林梅峰去看病，偶然听到孔雪说会有超敏反应，然后自己设计，让林梅峰再一次被蛰而丧命。那你不能说孔雪有任何问题呀？偶然，一连串的全是偶然。那也许确实就是有这么些偶然呢。还是那句老话，老天有眼，谁让林梅峰祸害那么多人呢？那到底下一步该怎么着啊？入队，何金枝的尸检报告出来了。开会。那要不是孔雪干的，你说她要知道自己嫁给的人是害死自己亲姐姐的人，她得是什么心情？那我宁愿相信孔雪知道林梅峰就是害死她姐姐的人，所以才故意接近她的，要不然太悲催了呀。咱呀就得吸取林梅峰的经验教训，没事别在网上瞎发视频，要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李小秋，你开不开会？哎，是，赶紧。大德，静之一直联系不上。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，阴阳怪气，神出鬼没。你找他的时候，总找不到；他找你呀，嘚儿，突然冒到你面前，吓你一跳。除了静之，还有多少贵宾没有确认？还有3、4位吧。哎，静之你别联系了，我让周浩联系他。这景天也挺有意思啊，回国以后就不见踪影了。他也知道咱们后天发布会啊，也没打电话过来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忙什么的。小雨家更需要他嘛。是，我知道。没事，我打电话联系他。喂，教授。喂，景天，在哪儿呢？我在市局里。市局？是公安局吗？啊。你去那儿干嘛？有几个案子涉及到了昆虫，所以我过来帮忙。涉及到昆虫应该找我呀，你还是个学生呢。碰到什么困难没有？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暂时还没有。景天，后天就是新闻发布会，然后就是宋教授的铜像揭幕仪式。那天你离国姐忙前忙后的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，要有空的话抽时间早点过来帮帮她。没问题吧，景天？好，没问题，我肯定去。好，那你先忙。哎，对了，教授，你说。明天是小雨的告别仪式，
去吗？去，必须去啊！小雨最后一程，我必须送她。好，那我们到时候见。行，到时候见。今天答应了，后天来。好。飞哥，加班啊。刘志，景天。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。哎呀，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啥事儿？我知无不言。登录国外的暗网，会不会在电脑上留下使用过的痕迹啊？会啊，插件会在电脑上留下使用过的痕迹。好，我明白了。还是你师哥那事儿吧？啊，对，我师兄他明天就要火化了，可我还是没能还他清白。要不你报案吧，做个笔录，我们就能帮你了。我再想一想吧，实在不行就等新闻发布会还有雕像揭幕仪式之后再说吧。毕竟这些事情呢也都是大事。行，这个你拿主意。啊，你还有事儿吗？没了。那我就不陪你了，我找朱队还得接事儿呢。啊，好，那你先忙。走了啊。